灵魂的故事博大精深，了解灵魂事关每一个人。这么宏大的故事，机缘巧合落在了这个频道，希望大家支持一下，点赞、关注、留言。你的支持和鼓励是我继续把灵魂讲透讲通的动力，坚决把灵魂探索到底。感谢各位，我们现在黑色门打开。书接上一集，人死后一旦灵魂散开，变成了闪灵，由于受到原来灵气惯性引力的影响，一部分闪灵留在了原来身躯骸骨周围，直到骸骨完全化为尘土，回归大自然。还有一些闪灵会被那些曾经转移微弱灵气吸引，留守在那些捏附有微弱灵气的东西上，这些成为了另一种留守灵。由于灵气会随着剧烈的脑电波波动而产生微弱转移，活着的人会对产生了激烈感情的物或者是地方，又或者是宠物等等转移一些微弱灵气，但灵气是不可以从一个活人转移到另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的，因为活着的人身上也有灵气，灵气与灵气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相互排斥的，灵气是互不混扰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自己的灵气，不会有别的灵气。灵气是每个人特有的、唯一的，但人的灵魂是可以吸附有灵犀的闪灵的。灵气转移，只有没有灵气的物件、动物、植物、地方等等，才有机会接受到从人身上转移过来的微弱灵气。在灵魂的第4集，我们讲到一个镜子有了灵气转移，镜子的留守灵就是这种被微弱灵气吸引的闪灵。另外，留守灵还有很多其他可能出现的地方，例如留守灵可能会在车祸事故发生地留守，也可能在生前经常坐的那个咖啡厅角落留守，又有可能在心爱的宠物身上留守等等。被转移的灵气能在逝者曾产生激烈感情对象上维持一段时间，而微弱的转移灵气能维持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感情的浓烈程度，有些或许是一小段时间，有些或许是横跨千年。被转移的微弱灵气持续时间也是留守灵能留守的时间。中国古代很多地方有这样一种习俗，亲人去世后尽可能的把亲人的遗物全部烧掉，这是一种以免留守灵存在于某一个遗物中，万一留守灵感应在世的活人灵魂，导致活人灵魂过度留恋和缅怀故人，影响日常生活。有时候所谓的睹物思人，就是这样一种留守灵和灵魂之间的心灵感应。关于留守灵的故事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讲述了，以后会在书中详细讲。我们现在看看闪灵去哪里了。离开了身躯的灵魂，灵散开后变成了闪灵，部分成为了留守灵，其余部分闪飘于天地宇宙，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到处闪飘。闪灵可以出现在森林里，在树丛中，在草地上，闪灵也会出现在大海的深处，出现在热带鱼的旁边，在大海的波浪中，在海鸥的身边。闪灵出现于城市中、巴士里、人群中，闪灵可以是无处不在，到处闪飘，踪迹布满整个地球。闪灵不是属于地球的产物，闪灵是属于全宇宙的。闪灵不但在地球，而且遍布整个宇宙，无论是没有生物的火星，还是那些生活着拥有灵气生物的星球，闪灵都是一样闪现不停。闪灵在宇宙中的故事，我们会在之后的灵魂系列详细讲解。现在我们先回到地球，继续追踪动力满满的闪灵。闪灵有一个特性，就是引灵感聚。一个灵魂散开后有亿万个闪灵，每个闪灵都带着不同的特质，不同的特质的闪灵会倾向于不同的地方。例如，有伤感特质的闪灵会倾向于闪飘在一些荒凉伤感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带着一种孤独、破败或沉重的氛围。在地球上大的地点来说，例如只有满目黄沙、荒凉无边的撒哈拉沙漠，那里只有呼呼的风吹过的凄凉景象，还有极度干旱与高温，寸草不生的美国死亡谷，那里仿佛是死亡世界的人间版本。意大利的庞贝古城，这是一座被火山灰掩盖的城市，定格了人类绝望挣扎的最后时刻等等。在日常生活地点来说，伤感灵倾向于闪飘在一些寂静、破旧、
容易勾起孤独或惆怅情绪的地方，例如空荡荡的车站、破旧的小巷、空置的旧房子、医院的走廊、凌晨的街道、旧书店或二手家具店等等。闪飘在这些地方的闪灵不是只有一种伤感闪灵，还有其他特质的闪灵，例如悲感闪灵、哀感闪灵、忧感闪灵等等。例如喜欢在图书馆闪飘的智慧感闪灵，又例如喜欢在群山叠嶂中闪飘在雨雾缭绕中的逍遥感闪灵，还有在城市富裕财主家中的占有感闪灵等等。不同特质的闪灵可能会出现在同一地方。闪灵的闪飘是混杂和随意的，只是倾向或更多流连到某个地方。闪灵的特质有亿万种，构成了复杂的闪灵世界。聚灵成魂后，以不同的组合比例互相形成了丰富多彩、难以琢磨的灵魂人格。王维出生在唐代的一个书香门第，在唐玄宗时期入朝做官，仕途曾是顺利，不料安史之乱，一场令唐朝人口减少1/3的8年叛乱，令王维身心俱伤。王维看着亲友和家人的巨大苦难后，开始隐退生活。他到过险峻与雄伟的华山、优美的峨眉山、壮丽的黄山等等，通过游山玩水，他的灵魂吸收了闪飘在各大名山大川中的宁静感闪灵、安逸感闪灵、超脱感闪灵、悠闲感闪灵。王维修炼和平静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一些伤感飘零、愁感飘零、痛感飘零和悲感飘零在王维的灵魂中被释放了出来。这种灵的一放和一收，治愈了王维受伤的身心。自然美景充满了诗意感闪灵，王维的灵魂吸收了这些闪灵，心头涌上了诗意，诗句就仿佛随风而来，写下了不少清新宁静、意境深远的山水诗，流芳百世。唐朝人的平均寿命是27岁，唐朝皇帝的平均寿命是45.5岁，而吸附天地灵气、疗养心灵的王维，以60岁的高寿忠于自然，无病无痛。灵魂是终身释放和吸收灵的，所以人身处的地方对于灵魂的影响很大，因为不同的地方有机会闪飘到不同的闪灵，这就有了穷山恶水出刁民，人杰地灵出英才的现象。春秋战国时期，在鲁国的一个小山村，孟家离村里的墓地不远，墓地是伤感闪灵、愁感闪灵、痛感闪灵和悲感闪灵等喜欢流连的地方。孟子经常看到人们在那里举行丧葬仪式，也开始模仿这些仪式，玩起了丧葬游戏。孟子的母亲感应到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孩子成长，于是决定搬家。孟母带着孟子搬到了一个市场旁边，这里热闹非凡，商人们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市场是市侩闪灵、烦躁感闪灵、占有感闪灵、奸诈感闪灵、庸俗感闪灵等活动的地盘。孟子开始模仿商人，玩起来买卖的游戏。孟母感觉不对，于是再次搬家。这一次，孟母把家搬到了一个学堂旁边，这里书声朗朗，到处闪飘着智慧感闪灵、勤奋感闪灵、尊重感闪灵、安宁感闪灵、耐心感闪灵、毅力感闪灵等等。孟子感悟入心灵，也开始模仿那些学堂的学生，开始专心读书，潜心学习，最终成才，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闪灵有2种方式成为灵魂的一部分，第一种就是融入已成魂的灵魂，第二种是被灵气吸引，慢慢汇聚，逐渐组成了一个灵魂。一个人只有一种灵气，只有一个灵魂。人类的婴儿在怀孕期间，胎儿是没有独立灵气的，胎儿和妈妈共有一个灵魂，这就是妈妈的灵魂。胎儿和妈妈是一体的，是一个灵魂下心连心，肉连肉。家住成都的杨小姐和老公结婚了3年，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小宝贝。怀孕5个月，杨小姐的肚子渐渐隆起，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令杨小姐沐浴在家庭的喜悦之中。一天晚上，杨小姐依旧早早躺下，闭上眼睛，却没有很快入睡。
他想着明天去医院检查的事情，想着想着，突然间眼前一片模糊。杨小姐感觉自己被一个温暖的光芒包围，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境。她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模糊而又熟悉。杨小姐轻轻地走了过去，试图看清那张脸，但是小孩的模样始终无法看清。就在杨小姐想要靠近时，那个小孩突然低下头，似乎有些不舍地说：妈妈，我要走了，再见。再见！杨小姐的心猛地一紧，她伸手想要抓住那个小孩，却什么也没有抓住。小孩渐渐地消失在白色的淡淡烟雾中，只留下那句朦朦胧胧的告别：妈妈，我要走了，再见。这句话刺痛着杨小姐的心。杨小姐一惊醒来，满身是汗。第二天，杨小姐如常去医院做产检，却被告知胎儿已没有了心跳。杨小姐的身体感知到了胎儿的异常情况，身体那支离破碎的微弱信号引起了灵魂的关注。灵魂用梦境的方式解释和演绎了这个信息，并具体化了画面。胎儿是共享母亲的灵魂的，所以出现了预先看见现实的梦境。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文学大师，《罪与罚》的作家，曾反复梦见自己的癫痫发作，后来被确诊为癫痫。身体在疾病发作之前接收到了微弱的征兆，灵魂感知后，通过梦境将这些信号以具体化形象的场景表现出来。杨小姐经过了1年的疗养，在第2年又成功怀孕，后来一个健康可爱的男宝宝出生了。婴儿出生前是没有灵气的，一旦离开了母体，呼吸了第一口空气，成为了独立的个体，这个时候灵气就产生了。之前说过，活着的人灵气是唯一的，排他的。一个活着的人只有一个灵气存在，在母亲的身体上只有妈妈的灵气，无法形成另一个灵气。婴儿出生后剪掉了脐带，脱离了母体，靠自己呼吸，灵气就产生了。出生的婴儿灵气很弱，慢慢的就吸引了一些闪灵，还有妈妈和照顾者的飘灵。婴儿的灵气吸引的闪灵是宇宙空间中到处闪飘的灵，这些闪灵或许是从来没有组合过灵魂的闪灵，或许是曾在地球或宇宙别的地方曾经组合过灵魂的闪灵。婴儿灵气吸引的另一部分灵是从妈妈或者照顾者的灵魂那散飘过来的飘灵，所以婴儿的样貌神情会和朝夕相处的照顾者很为相似，往往出现越养越像的情况。尽管有些照顾者和婴儿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一般情况下，婴儿在0到18个月之间是灵气吸灵的过程。婴儿的灵气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强，被婴儿灵气吸引的营聚的灵来自婴儿所居住的地方和身边接触的人。婴儿头18个月所处的地方和接触的人对婴儿的灵魂形成非常重要。这个时候凝聚吸收的灵决定了婴儿日后的气质和基本性格。如果这个时候婴儿吸收了关爱灵、冷静灵、情感稳定灵等等正面的灵，这会对婴儿在18个月左右聚灵成魂的灵魂拥有正面的人格有重要作用。如果这个时候婴儿在聚灵时吸收了愤怒灵、沮丧灵、情绪失控灵等等负面灵，那就很可能造成18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灵魂负面人格的形成。婴儿在18个月左右在灵气吸引下会吸收聚合了足够的灵，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基础灵魂，能够有自我意识，能领会到自己的存在。而在7岁之前，儿童还是会大量吸收灵，完善基础灵魂。这个时候由于灵气吸引，大量汇聚灵，有大量各种灵融入的基础灵魂，导致了巨量灵犀感应。大约7岁以前的儿童能感应各种灵异世界，也就是通常人们说的阴阳眼，他们会感应到幽灵残魂的存在，有时候还能感应转化视觉画面，甚至有贴身触感的假象。蔡小朋友一家刚搬进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的旧公寓，3居室的房子，虽然年代久远，但价格非常吸引人，远低于市场价。地产中介李先生极力推荐，说这套公寓性价比极高。搬进新家后的1个月，5岁的蔡小朋友突
突然开始出现了尿床的情况，尽管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蔡妈妈注意到，每到夜晚，蔡小朋友都不愿意去厕所，她以为孩子害怕黑暗，便安慰他一番。然而经过多次询问，蔡小朋友终于透露了一个事情。蔡小朋友说，我不喜欢新家的那个厕所，每次太阳下山后，我进去就能看到一个陌生的老人站在那里。蔡妈妈起初以为是孩子的幻觉，但心里逐渐升起了疑惑。经过一番询问，蔡妈妈得知公寓的前业主是一位独居老人，3个子女都在海外。老人最后在厕所不小心摔倒，直到1周后才被人发现已经去世。由于老人去世得很突然，老人的幽灵残魂还留在厕所里。处于5岁的蔡小朋友正处于吸收聚合灵的高峰期，在剧烈的灵犀感应下，会感应到这位前房主的幽灵残魂。而这一次，蔡小朋友的感应转化为了视觉画面。要了解多一点幽灵残魂的故事，可以观看《灵魂》系列第2集，那里有详细的讲述。时间过得真快，这一集灵散灵聚又到尾声了。灵魂的故事博大精深，很高兴和大家一路探讨到灵魂第5集。灵魂的灵聚灵散算不算灵魂转世呢？灵魂这种聚散特征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 DNA 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你，灵魂又是谁的呢？等等，更多深度灵魂探讨，我们会在下一集继续我们的灵魂之旅。我们下一集有灵相见，制作不易，真诚不减，请点赞关注。我是33，我们下集再见。